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树军，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。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数万民众涌向街头，高呼反扩军，日本会铤而走险和中国开战吗？日本和平宪法纪念日当天，数万民众涌向街头反对扩军。日本解禁自卫权源于何时？如今会不会铤而走险和中国开战？日本和平宪法纪念日当天，25000多名日本民众自发涌向街头，高呼反对大规模扩军，反对提高军费。确实，日本近年来在解禁自卫权的路上越走越远，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是越来越紧张，日本民众深受其害，也难怪会反应这么激烈。那么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很多人或许觉得日本自卫队是从2014年开始才越来越肆无忌惮的，毕竟是在这一年，安倍晋三主导了日本修宪仪式，可以说是日本战后防卫政策的最大改变，对日本和国际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。但是，其实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。早在上世纪50年代，日本就已经开始有计划地逐步解除了这一枷锁了。二战结束后，在美国的主导下，日本政府制定了日本国宪法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第9条，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，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禁止日本拥有军队。也就是说，日本这个时候是没有自己的国防军事力量的，因此该宪法才被称为和平宪法。50年代初，由于被朝鲜战争牵扯了精力，美国对日本的防务显得多少有些力不从心。日本看到了突破枷锁的机会，打着分担防务压力的名义，将为了维护治安问题而设立的警察预备队先后编制正规化，权力扩大化。到了1954年，防卫厅的出现，宣告着日本重新拥有了海陆空3位一体的自卫权，警察队伍成为了现代的自卫队。1955年底，在死灰复燃的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支持下，刚成立的自民党在立党之初就公然将修宪主张写进党纲。不过呢，由于国际社会的约束、日本各界的反对和修宪程序的限制，自民党长期都没能越过这一条红线。面对修宪困境，自民党采用了明暗双线并进的战术。明面上，自民党积极推动政府修宪进程，暗地里，自民党通过了在具体政策上由小到大突破限制的策略，一步步在事实上越过宪法第9条。具体到表现上，就是1957年，日本通过国防基本方针，为升级为防卫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。1970年，日本发表了防卫白皮书，为突破和平宪法制定了政策规划。1995年，日本通过了防卫计划大纲，将主经济辅军事的政策转变成安全保障为核心，日本修宪进程开始大踏步推进。1997年，美国和日本联合修改了防卫合作指导方针，扩大了两国的防卫的范围。美国从日本海陆空领域扩大到整个远东，日本也从本土扩大到周边。而且根据日本的解释，这个周边不是地理上的概念，而是事态上的概念。简单点说，就是如果日本认为远东西部的阿富汗、巴基斯坦等国威胁到了自身的国防安全，那么日本可以为此而出兵。事实上，日本后来确实是这么做了，甚至还要更加越线，比如2001年出兵阿富汗，2003年出兵伊拉克等。最重要的是，日本的此时的地位明显升高了，从美国的被保护者变成了合作者，在突破和平枷锁的路上迈出了革命性的一大步。进入21世纪后，日本更是变本加厉，首相小泉纯一郎公开提出了宪法修正案，掀起修宪高潮，自卫队频频出兵世界各地参与军事行动等等。之后的事情大家基本上都很熟悉了，这里就不再多说。回顾历史可以发现，日本作为2战战败国，从没有为犯下的罪行反思过。
他自战后开始就一直在利用国际形势，计划着解禁集体自卫权。从警察预备队到自卫队，日本完成了军事能力的再造；从本土自卫到出兵海外，日本实现了军事上的战略提升。如今呢，日本已经事实上拥有了发动战争的力量，包括前首相和现首相在内的多位政府官员屡次叫嚣台海有事，就是日本有事，而且日本政府也确实在做着这样的准备，比如向美国购买大量战斧导弹，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力量等。这不禁让人担心一点，日本会不会铤而走险和中国发生战争呢？我认为短期之内并不会，理由有三。首先，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实力，日本也没有胜利的把握。中日之间的先进战机数量差了4-5倍，而且日本的很多战机机龄都比较老了，主力战舰的数量也差了2-3倍，并且中国战舰的多项性能要优于日本战舰等等。可以说，日本自卫队的军事实力虽然比较强劲，但和中国解放军相比，还是要差了一筹的。其次，日本面临的经济形势也不允许日本这样做。近年来，日本的国内消费长期萎靡，外贸规模也逐渐缩小，这导致日本的经济增速长期低于2%。同时啊，日本政府还面临着低息贷款和巨额债务，可以说是经济状况十分糟糕。而俗话说，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。战争需要付出极其高昂的成本，日本一旦和中国开战，财政支出将会大幅增长，同时极度依赖的外贸航线也会受到严重影响，并且中日之间的贸易合作也将中断，到时候日本的经济必然会崩溃。最后啊，也是最关键的，这不符合日本当下的对华战略，也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。目前日本还是将自己放在美国追随者位置上的，也就是说，美国带头先上了，日本才会紧随其后。而美国现在还没有做好和中国全面开战的准备，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和平生活，日本民众也大多都比较反对战争。开头提到的优星集会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因此啊，日本和中国开战很难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，所以日本近年来确实在不断加强军事力量，看起来也好像有搞大动作的意思，但大概率也只是口头上嚣张一下罢了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，毕竟日本国内冒险主义盛行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脑子一抽，就做出令人意外的事情呢。好，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